当年秦始皇为了长生，让徐福东渡去寻找长生药，那么很多朋友就会有疑惑了，说秦始皇他好歹也是一个一统八荒的人，怎么连长生不老这种话都会信呢？其实每一个帝王，当他的地位和权力达到顶点的时候，他们唯一的欲望就只剩下不死。今天呢，我们就来聊秦始皇与地外文明的接触。因为秦始皇他不是单纯的幻想长生，他一定是听到或者是看到了什么东西，让他相信长生是存在的。我主页粉丝群有易经玄学的课程和笔记，如果你想从基础开始学习易经，看完视频可以来领取一份。首先我们看古籍留下的线索，在东晋的11纪里记载有这样一个事情，虽然现在呢我们看是真假难辨，但是我们姑且来听一下。说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有一个长得像螺一样的东西就落在了咸阳宫里，这个螺它不仅能飞，而且还能潜入海底，它叫做波伦舟。这个波伦舟里面出来一个身高10丈的人，这个人呢，他自称来自于宛曲之国，身上穿的像是动物的皮毛，而且还长有很多羽毛，但是耳朵呢就长在脖子上，另外他的眼睛特别大，脸呢还像小孩子一样，这就特别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影视作品里的外星人。然后这个人还声称他在宛曲之国的一天呢，就相当于秦朝的1万年的时间，也就是他们的时间对于我们来说是特别慢的。以前说天上一天地下1年，人家却说是1万年，这种时间流速的对比真是不仅让人怀疑这个宛曲之国的人难道他们居住在黑洞的附近吗？但是这个人说陈国在咸池，日没之所9万里，按照我们所理解的意思就是在说日落的地方应该就是在西边，距离咸阳城呢有9万多公里，按照当时的里程一般300步作为1里，一步呢大概就是45厘米左右，如果这样算下来，这个9万里就是如今的1.2万公里。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软件地图来看一下，这个距离大概能连接到大西洋内。难道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吗？这个位置反正他们这个距离是特别的像。还有人认为呢，这个地方不是在西边，而是在东边，因为《山海经》里有一个地方叫做大岩山，在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岩，日月之所出入。有些考古学家呢认为《山海经》里名曰大岩山就是我们现在连云港的大依山，并且这个山上还有一些鸟头人身带翅膀的岩画。如果按照我们向东所看，按照这个里程来算的话，我们又连接到了太平洋的腹地，它东起夏威夷群岛，南抵大西洋群岛和复活节岛，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某大陆所在的地方吗？总之关于这个宛曲国的位置究竟在哪里，现在也确定不下来了，只能是给大家说说各种猜测。然后秦始皇觉得这个宛曲之民呢，他是个神人，于是就向他询问了长生之术。这个人跟秦始皇说，他在来咸阳之前呢，途经了蓬莱山，山上有数丈的扶桑树，这个树上所结的果子，人吃了就会全身的发金光，并且还能到天界去。听完之后秦始皇就彻底的动心了，于是他就开始派徐福出海蓬莱去寻找这个地方。再之后呢，关于宛曲之国的记载和传说就一点都没有了，他们在秦朝的历史上也留下了最神秘的谜团。古人有言，天生异象必有奇才，说的是如果有一个人天生就有与常人不同的长相，那么此人日后必定是旷世奇才。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历史上3大异象奇才都有谁呢？我主页粉丝群呢有易经5行玄学的课程和笔记，大家如果喜欢呢就来领取一份。我们接下来先说第一位，肯定是仓颉了。仓颉他长什么样子呢？在古籍中记载，仓颉为龙颜4目，生有瑞德。什么意思呢？说仓颉他长有4只眼睛，奇怪吧？但是仓颉这个名字很多人好像都没有听过，但是他从中国历史上有什么贡献呢？我们要知道，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就是文字的出现，而我们的文字就是仓颉造的，也就是仓颉造字。仓颉他出生于3皇5帝的时期，也是当时皇帝的左史官。轩辕皇帝兴起之后呢，仓颉举诵受鸟兽足迹的启迪，呕心沥血数十载，收集整理了象形文字的符号。后来仓颉又仰望魁星环曲的走势，俯瞰龟背的纹理、鸟兽的抓痕、山川的形貌和手掌的指纹，从中再一次受到启迪，根据事物的形状创造了象形文字。所以仓颉的相貌和贡献来说，算得上我们华夏历史上第一位奇才必有其貌的人了。山海经中记载的女丑之师到底是谁？上古奇书山海经的记载，如果真的是上一个文明，那么我们这个世界真是充满了离奇。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个诡异的线索，女丑。还是老规矩，我主页粉丝群有免费的易经课程和笔记，大家看完视频呢可以来领取一份。5行玄学文化，我们从基础开始学习。
关于《山海经》记载的女丑，我们后人猜测它生动展示了当时上古时期残酷的祭祀文化。首先原文是这样记载的：海内有2人，名曰女丑。女丑有大谢，有人轻衣以媚遮面，名曰女丑之师。女丑之师生于10日之杀之，在丈夫北，以右手杖其面，10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说大地上有2个人，其中有1个人的名字呢叫做女丑，并且书中记载女丑的坐骑还是一只硕大的螃蟹。她身穿青衣，衣袂飘飘，一般习惯性伸起衣袖来遮挡自己的脸。后来天上来到了10个太阳，女丑就跑到了丈夫国的北边的山顶之上，面对着天上的10个太阳，然后被活生生的烤死了。她死的时候右手遮着脸，人们一直都看不到她真实的面目。然后我们看书中所提到的这个丈夫国，在《山海经》中也是经常被提到的。丈夫国在维鸟北，其为人衣冠带剑。衣冠带剑的描述呢，可以让我们大致以为这个丈夫国说的就是我们的中原地带，是一个位于中原的文明部落。而女丑之师是哪里的人呢？《山海经·海外西经》中记载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宝山，群巫所上下也。从我们这个原文大概就可以看出，女丑是巫咸国的人，而这个国家的人呢，都是右手挽着青蛇，左手挽着红蛇，并且还会用龟壳占卜。说白了，整个这个部落都是上古的一群巫师。通过《山海经》多个地方的描述，我们大概可以还原出这个故事本来的面貌，那就是在上古时期有一个部落叫做巫咸国，他那里生长一个法力强大的女巫，名字叫做女丑。她经常穿着青色的衣服，看上去像仙人一样，只不过呢，她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她的真实面目。同时她还拿着衣袖遮挡着自己的脸，还骑着一只大螃蟹在人间游历，不亦快哉。后来天上莫名的出现了10个太阳，大地龟裂，寸草不生，河流也干枯了，庄稼也晒死了，树木也枯死了，民不聊生。传说中的地狱真的存在吗？《山海经》中其实早就给出了答案。原文说，归墟在渤海之东，是太阳和月亮升起和落下的地方。经过了这么多年科技的发展和探索呢，在2018年发现了一个隐藏6000多万年的无底深渊，它就是我们至今还存在的马里亚纳海沟，也是我们人类目前的地球上已知的最深的海沟。并且科学家还发现，至今用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是什么呢？海水倒流。这条海沟在无时无刻的不再吞噬着海水，它每年都要吞噬3万亿吨。那么这些海水它究竟去了哪里呢？《山海经》中的原文只有给2个字来解释这个地方：归墟。他还说，这个世界上的水终有一天都会流入到归墟之中。那么好，问题来了，在上古时期的古人，他们是如何知道马里亚纳海沟有一个归墟呢？这是我们现代科技都无法探测到的海底深渊。古人不仅能知道，他还知道这个地方在无时无刻地吞噬着海水。这个古人留下的谜团我们已经无法证实了，唯独古人留下的文化，我们今天依旧是可以学习的。在主页粉丝群里有易经的5行玄学课程和笔记，感兴趣呢来领取一份，和我一起从基础开始学习。